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哈。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两位在我们的载歌载鼓里面负责的同学哈，一位是张悦，是载歌载鼓的 co-founder，张悦你好啊。大家好。一位是 Udi 已经来过我们硅谷帮好几次了哈，每次来的介绍的 title 都不一样哈。这次的身份是载歌载鼓的 board，欢迎 Udi。谢谢大家，很高兴。好，那个，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载歌载鼓是什么哈？那对于我们生活在湾区的华人来说，这是我们逢年过节这个不可或缺的组织之一哈。有这个著名的载歌载鼓的春晚，还有我们的这个中秋的这个游园的活动，新年的游园活动。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全不全啊？你们还有什么别的活动是我不知道的吗？还有那还有这个歌手赛和云集系列的很多活动。对对对，确实有听说，所以你们从一个最开始，据我所知是呃 Google 内部的一个自发性的一个组织，逐渐发展成到今天这么大的规模，举办这么大的活动，在华人社区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我其实非常感兴趣，想听听你们分享一下载歌载鼓的这个发展的故事。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载歌载鼓，但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载歌载鼓是怎么一步步做到今天这个规模的。我觉得你们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这个历程。好的，那我可以先来简短介绍一下载歌载舞历史吧，然后玉帝你看看你可以从你的角度再补充补充。那刚刚说到这个，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知道载歌载舞啊？其实我个人希望大家都还没有听说过载歌载舞，因为这样的话，这个节目效果就会拉满。然后听完这个节目以后，大家都会对载歌载舞非常的了解。开个玩笑。那载歌载舞呢是脱胎于2015年的 Google 内部春晚。当时是我们几位谷歌内部的华人工程师有一次吃饭的时候聚在一起讨论，觉得说好像当时都知道微软在西雅图那边每年有个华人春晚，然后 Google 里头这个华人已经很多了当时，然后却没有这么样一台春晚，所以就觉得有点儿说不过去，所以当时我们就几个合计一下要不要在 Google 内部搞一个华人春晚。当时呢，主要担心这个节目啊、演员这些事情。然后当时我们湾区很著名的，跟我们同龄的这个走起乐队，当然主要成员也都是 Google 的员工。当时就跟我们说，没关系，你们放心搞，如果没有节目报名，我们这个乐队就几乎可以把这个台晚会给撑下来。然后其实真的是听到这句话，我才让我们下定决心搞，因为真的一开始怕没有节目。对，后来第一届搞了，就是出乎意料的成功吧，就发现在 Google 内部工程师当中，虽然大家的主业是工程师，但是真的藏龙卧虎，就是唱歌呀、跳舞啊、相声啊、小品啊，各种各样有才艺的人特别特别多。说实在的，这点真的是远远出乎我们的想象，完全没有料到。所以说，走起乐队，不要说这个连整台晚会了，最后也只给了他们第一个开场歌唱的这么一个时间，因为报名的节目太多了。对，然后第一年特别成功以后，我们自然就第二年接着在 Google 办，然后第二年又在第一年基础上规模大了很多。当时因为我们剧场所现在 Google 内部的剧场，查理斯那个食堂只有400多个人，当时这个排队抽签要抽我们门票的人已经达到了几千人，都是远远是哇，供不应求。所以第二年办完以后，好多好多人被挡在门外，被保安硬挡在门外就不让进。然后，所以我们就觉得真的是可能是时候要离开 Google，找个更大的场地，让大家都可以欣赏到我们的晚会。然后，所以这是2017年我们就走出 Google 了，就面向整个湾区了，不再是 Google 华人春晚。而成立了载歌载舞社区，成为了载歌载舞春晚。所以春晚一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展到现在，然后今年已经是第11年，已经刚刚演完了2025年。然后明年2026年是第12年，我们把12生肖已经轮了一遍了。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啊。那2017年成立载歌载舞社区的时候，除了继续办春晚以外，我们也渐渐这个形成了我们的一些核心价值观，比如说我们除了把活动办好以外，我们希望能注重志愿者的成长和体验。所以当时呢，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像传统的组织一样，就是特别自上往下，就是
规定好了做什么，那就做什么。我们非常鼓励我们的志愿者有自己一些创新的想法，然后，这也是受可能当时 Google 里头的工程师文化的一些影响吧。然后，所以2017年就诞生了这个歌手赛，一直延续到现在。当时歌手赛就是有几位志愿者觉得，虽然我们冬天有春晚，但是歌手赛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尝试。为什么夏天不办个歌手赛呢？对，当时这个，我们几位创始的几位元老其实都是搞春晚的，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放手让有着想法的志愿者搞歌手赛，结果也是一炮打响啊，歌手赛也搞得非常的成功，然后之后每年都有几百人报名，一直到现在也快10年了啊，每年夏天都会办歌手赛。然后呢，再说到游园，游园应该也是我们从2016年开始，在春晚开始之前，在门外会摆一些小摊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比如春联啊、剪纸啊，一开始比较简单，然后后来慢慢的从2020开始，我们的游园规模就非常非常大了，然后到最后到疫情之后，我们会办除了春季在春晚之前办我们传统的游园以外，我们会在夏天专门办一个特别大型的中秋游园会，这个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知道啊，所以这是游园的发展历史。那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因为当时大家没有办法出门，所以我们开辟了很多线上栏目，比如线上一起读书，线上一起健身，线上一起唱歌啊，线上一起讨论电影啊，讨论表演啊，这很多很多栏目，我们把它命名成这个云集栏目，就是大家在云上集合在一起，然后大家有共同兴趣的人集合在一起搞些活动。这个当时在疫情期间也非常受欢迎。那疫情结束以后，我们也保留了这些云集系列的栏目，有很多栏目都可以走到线下了。比如说，对我们当时这个有一个叫"一饱眼福"的栏目，当时大家一起线上讨论一些表演啊，然后对那些爱表演的小伙伴，在线上这个录制一些表演视频。但是在线下，现在很多人都成了湾区各大话剧社啊、各种表演社的一个活跃分子，所以云集现在也是继续办的很火热。所以目前为止呢，载歌载舞主要就是春晚、歌手赛、游园和各类云集活动。我们会主办这么多活动。我先可以先暂停到这儿，我们看太不看这容易了，个玉帝太不容易了，有没有什么补充。我都想鼓掌，太不容易了，这真是的，的是真的很不容易，谢很厉害，谢岳哥，创很厉害，创始元很厉害。老之一，而且这 U 么多年也 UD 有。你怎么就加入到这个载歌载舞的？你是怎么就突然就 啊，我其实18年从西雅图搬到湾区嘛，我一来我就发觉了，就是咱们有这个载歌载舞的春晚啊，然后歌手赛，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先成为他们的观众，后来的话，马上疫情来了，我又成为了这个云集系列活动的志愿者。那个时候有线上的云娱乐啊，还有众说纷纭啊这些栏目。当然，这两个栏目后来其实也都演变了。其实我是因为在云集参与组织活动和帮忙拉赞助，然后后来就成为了云集的这个负责人，连续做了2年吧，之后就被选到了这个理事会里面，然后现在也一直在理事会上面帮忙做一些赞助啊、协调的等等的工作吧。但是是非常非常佩服岳哥的哈，他也是我的榜样。让我觉得载歌载舞的文化都是靠咱们这些元老辛辛苦苦延续下来。所以其实每年我们云集招新的时候，我们都做得很正式，要介绍每个栏目的历史，然后志愿者的合照以及我们的文化理念，然后真的我觉得感觉跟一般公司那个招聘都差不多了。现在我们云集比较就是比较 regular 的几个栏目，它特别延续了载歌载舞这个谐音字的梗，就载歌载舞大家都觉得 OK 应该是谐音了载歌载舞嘛。然后我们的4个栏目有直挂云帆，就是从那个直挂云帆济沧海里面取出来的成语，但是直是职场的直，就是 focus 在职场发展方向的一个栏目。然后一饱眼福，那个眼呢，把眼睛的眼换成了演戏的演，就是刚刚岳哥有介绍过。让大家之前是在线上念一些剧本台词，结果线下现在大家都成了这个剧团的台柱子。然后体我育动特别注意到最近有好些个一些话剧啊，还有这些演出啊，就这几年非常多，是不是？对对，
我们给这些剧社输送了很多演员，然后一饱眼福这个栏目哦，现在也做了一些 pivot，现在他们搞的是更多的是音乐会，一年大概有4次的这个音乐会，也是把我们湾区的一些演奏的人才给聚集了起来。对，太棒了。就不光是演戏，还有演奏。然后体育风云的话，是从云娱乐演变过来的，就把体育和娱乐相关的项目放到一起。然后这个栏目的话，大家凝聚力非常高，因为大家经常搞团建。然后还有书影婆娑，就是把树影婆娑的树换成那个书本的书。啊，所以我们不光是有读书会，还有大家一起讨论电影的观影会啊等等。基本上把我们湾区这些年轻人，就各个年龄段吧，各个年龄段嗯。的华人移民的文化生活能覆盖到的方面都覆盖到了。太棒了，太棒了！你看哈，我们这个，一开始是一个说我们就自己做一个春晚，其实很多公司内部都会做这个事儿，对吧？公司员工说，那我们搞个春晚嘛，这个很正常啊，这个也不出奇，很多公司都会做，尤其是我们在美国也没有这样的这个环境，所以自己整台晚会很正常。但是能够把这个事情一步步做大，坚持10多年，做到今天这个规模，像 Yudi 说有这么多栏目。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而且对我们整个华人的 community 都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就是就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支持你们的这个呃动力是什么？我其实很好奇，因为这也不是一个全职工作嘛，而且这也不挣钱吧，对吧？就你们自己不是靠这完个谋全不挣钱。生的嘛，对吧？你们自己都是对，有其他的工作。所以这就是通业余时间来做这个 community，像有点像 community service，对吧？但是做的很大很成功。那你们从中得到的是什么呢？或者是坚持到现在，你们的动力是什么呢？我想请教一下。嗯，好，那我按照例我先回答一下吧，因为可能，我自己现在已经是从第一年开始，现在已经到第12年了啊，就是我可能自己在这当中的一些体会、一些想法也会有变化。我觉得早年的时候呢，这个动力，基本上还是局限在这个活动本身，比如说这个春晚，我就是比较单纯的，我就想当届的春晚，我怎么把它办下来，办好一点儿。然后，如果每届春晚完了，看到观众满满当当的，然后节目很精彩，大家演出完了，大家一起鼓掌喝彩啊，什么这些就是最直接的动力。每次办完，看到这些场面，都会特别的欣慰，觉得这些一切辛苦都值了。然后，最近呢，最近这些5、6年，尤其疫情以来，我觉得这个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加长，然后这个我觉得一些想法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化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可能至少我自己可能多了一份使命感吧。我觉得可能湾区华人确实需要这样一些很多文化活动。然后，我从这么多年的体验中，我真真切切的看到是有很多人喜欢这样的活动，是有很多人需要这样活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把它一直办下去，然后把它尽量的办好，我觉得这可能已经超越了这某一次具体活动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变成我们载歌载舞的，一个我自己认为的一个使命。那其实我们其实也曾经把这个想法提炼成了一句话，在我们每年的这个春晚和歌手赛的观众手册上的第一页都会有，就是我们的使命是以文化活动为载体，然后为这些志愿者、贡献者提供一个实现自我价值和实现成长的这么一个平台。这提炼后的这句话呢，我想主要包含2层意思，一个就是以文化活动为载体，这个是我们的初心，就是我们还是肯定要是给广大湾区华人，甚至所有的包括老外在内提供一些很好的文化活动，对，让他们无论在春节还是在夏季啊，各个时期都能参加。这么一些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活动，那这些肯定是基础。那同样厚道一点也同样重要。我觉得我们给我们这么多志愿者，提供一个实现自我价值和成长的平台啊。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你刚刚问就是什么能支撑着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年，我觉得后者也很重要，因为我感觉确实是认同我们这样理念的这个志愿者特别多，就是可能不像一些普通的
组织，我感觉可能就为了当时某一个活动，然后临时招一些志愿者，然后就是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就把那次活动完成就行了。我觉得我们进来我们的志愿者都大部分人都非常有这个主人翁精神，认同我们的这个理念。比如很多我们这些大型活动，歌手赛、游园、云集都是普通的志愿者，有可能是第一年刚进来的志愿者他提出来的，然后后来我们就给他们这样一个平台，最后做，然后把他们做大。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平台能吸引到很多这个非常有才华的志愿者，我觉得这是我们能支持到现在的一个关键的地方。那我确实看到很多志愿者在其中实现了自我的价值，很多人在工作中其实也用到了很多在这个活动中组织活动中这个得到的经验，然后对工作的帮助也非常大所以我觉得这些原因加起来，可能是我们这么大一个组织能坚持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原因。嗯。呀，我也补充一下，我刚来这边参加载歌载舞的时候啊，我当云集某一个组的组长，我发现我们是每周要开会的。它真的跟一般公司的工作是差不多，是大家都很积极的来开会。可能你在公司的周会你不是很想去，但是在载歌载舞的周会，大家是很积极的，开开心心的来，然后充满了收获的去睡觉这样子，而且都是晚上就下班之后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其实来到这边的志愿者是真的对这个文化精神的追求是很高的啊。同时，我的确觉得，就是像我在得到的锻炼的一些技能，是在平时生活和工作中都是通用的，不管是软技能还是硬技能。包括我觉得，因为程序员居多嘛，其实很多 Google 他们内部一些写文档的习惯啊，一些这种 SOP 的记录啊什么的，其实都应用到我们这个非营利组织里面了。这也是为什么哪怕我们这个志愿者有时候他们搬走啦，或者是有别的事情，这一期不能帮忙，我们新来的志愿者也能很快的上手，还是能够按照原来的流程做出质量差不多甚至更好更新的一些活动。嗯。而且我特别同意，就是岳哥讲的这个志愿者至上的这个精神，因为每次我们招生的时候都是鼓励说，我们永远有一个栏目是空着的，就是等你来创造。然后志愿者想要做什么，想要成就什么，我们是一个平台，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志愿者来做贡献。嗯。太棒了，太棒了！我其实一直有一种观察，就是因为在硅谷来说，大量的中国的移民过来，主要是通过科技大厂的招聘嘛，对吧？它短时间需要大量的技术的人才，科技的人才，所以来了很多，比方说程序员或者是一些专家，一些这个科技的人才。但是在其他领域，尤其是文化领域，因为它不符合那个文化，它不符合那个像 H1B，不符合那个什么 specialty，它文科就比较难在这里找到类似的工作，所以我们留下来的大部分就是理科，然后 engineering 比较多，所以一开始可能大家都在做这个事儿，但是周围的空白，因为一个人的生活啊，他的日常。他必须是 balance，他不可能天天在公司写代码，然后就很开心，就什么都不需要。他也需要文化生活，他也需要自己熟悉的文化的环境的这么一种互动。所以慢慢的，大家自发的就会把这些周围的空白去填补，而且是由我们这些技术人才，对吧？程序员就是做春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包括现在你们也观察到了，像你们的歌手赛，包括像这些话剧，剧社，就慢慢你会发现这些文化生活就越来越多，包括脱口秀也是很多，对吧？脱口秀里面有很多这个程序员的这个脱口秀的演员，嗯。所以这我感觉是一个趋势，我不知道你们观察是不是这样，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虽然从一个科技的移民的这么一个主流，慢慢的四散开，它填补了整个文化生活的一个空白，最终这形成的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圈层，就是在美国华人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圈层，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特别有意义、有价值。呃，也许过50年，对吧？这个事情还存在，对吧？那到那个时候，这个就会是一个
就是湾区华人的传统，对吧？就是这个必须要过年的时候要去载歌载舞的这个春晚，可能就成为一个传统。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定义一个传统，或者说是创造一种文化。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对，我觉得你的观察非常敏锐啊。我觉得在你刚刚说的基础上补充一点，就是对早年确实是你说湾区的这个人口构成主要是以工程师，然后我们也是以工程师为主啊，组建了载歌载舞，然后嗯，创办了这些活动。早年的这些活动都有非常浓烈的工程师的这个味道在里头。但是呢，最近几年我真的发现有些潜移默化的变化，无论从我们的志愿者组成，还是从演员组成，其实已经多了很多很多的，真的就是以前就是在做文艺工作的人。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志愿者有上戏的这个舞美专业毕业的过来做我们的舞台效果，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对口了。然后就是，还有我们的这个演员里头很多很多都是北舞专业的高材生，然后水平非常非常高。然后我们主持人现在基本早年的主持人都是我们的工程师，然后现在的主持人都是很多都是这个国内传媒大学毕业的电视台的啊，专主持人，业的是吧？就是对，就是说你看，其实我们坚持办这样的活动，真的有点儿在这个定义啊，或者说这个重新框架这个湾区的这个人才构成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最近嗯。几年这样的人文化方面人才是越来越多了，就是在湾区啊。我觉得，虽然说就说是全是我们功劳，肯定是有点儿给自己脸上贴金，但我觉得我们坚持办这样的文化活动，就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这潜移默化是会对这样的事情是有所影响的。对，所以我觉得你观察的非常准，嗯。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这些硅谷的华人移民哈，我们其实有很多共同点的，我们都会思念自己的家乡，都想要延续我们的文化传统。尤其像我跟岳哥，包括 Zoe 都有小孩儿嘛，对吧？我们也希望小孩儿能够有一些文化的传承，不要忘根忘本。然后，但同时我们在美国这个社会呢，也是有很多压力的，不管是这个那个亚裔仇恨啊，还是这个包括现在的这种裁员潮啊，等等等等。就是我觉得我们也意识到了，就是说我们也不光要自娱自乐，也是可以通过文化这个平台来展现我们整个华人移民的精神面貌。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也是想跟我们的理事会建议哈，就是在马上要12周年一个轮回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可以考虑，就是可以面向一些本地的这些观众，不光只是我们的华人移民，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文化跟本地其他的族裔更加主流的这些群体有一些交流，让他们也了解我们居然可以这么多年，从几百个人到几千个人这样子规模的演出，每年都做，还做得很成功呀。我觉得就是排除我们在职场上获得的这些成就，我们在文化艺术方面其实也是做得非常好的。然后这些完全是应该去跟主流做一些交流、一些展示。嗯完全同意这个。呃，你想，原来打比方说，如果我们在国内生活，这些文化艺术自然有文化艺术的专业人才，我们要做的就是享受，对吧？我们去剧院看一个剧，对吧？去听一场音乐会，去看人家表演，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我们被扔到这么一个环境以后，就发现没有啊，没有那就自己造，对吧？自己造，咱们就也不能差，对吧？该有的都得要有，然后一步步把它做得很好。我觉得这是不是其实也是一种创业精神，就是把这个东西给从小到大一点点做好，其实还蛮体现硅谷的这种精神的。还真的是很有硅谷特色。是，而且我觉得我们载歌载舞的志愿者如果出去创业，应该也不会差的，能力都已经锻炼得很好了。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因为你看你们现在活动非常多哈，像游园会这种活动其实是可以 be profitable，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其他的游园会的，它就是 for profit 的组织因为你会收门票嘛，你会有这个摊位费，然后它可以是一个 for profit。嗯，所以你们未来有想把它做成一个产业吗？还是说想继续保持这个一个 community 性质的一个 organization，或者是 non-profit 的一个 organization？你们的 vision 是什么？就是再往后做，你们想把它做成一个什么样子？
对，我觉得至少现在为止，我们理事会里的想法还是会维持一个 non-profit 的这么一个形式。当然说了，就是 non-profit 也不是说不需要钱，对吧？就是很多办活动也需要钱。就是 是的，non-profit 的定义就是说，你基本上你的收入就是继续会为你的以后的活动继续投入进去，而不是说让你个人去通过这个赚钱。是的，所以我们这点我们应该是会坚持的，然后这个。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就是一个特别初始和特别单纯的一个目的，就是活动办好，这个肯定是个基本，无论这个之后怎么样，但我们的每一个活动都要把它办好。然后，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收钱不收钱，这个肯定我们是需要收入来 cover 我们很多的花销，但是这个我们肯定要跟这个性价比啊和这个和体验挂钩。你比如说如果说你游园会，收钱也不是不能收，但是这样收入可能可以 cover 我们的支出，但是呢，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的质量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有信心收一点门票费，而这个质量完全上去以后我们才会收。所以这体现了我们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肯定是把这个活动这个本身的这个办的好不好，以及和游客和观众的体验还是放在第一位。对，然后即使说我们有这个收入需求，我们也会考量一下这个性价比以及这个体验。如果说让大家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啊什么，这个我们可能就不会立刻去收钱干这样的事。对，因为其实载歌载舞的这个财务情况都是很透明的。然后，嗯，说到这个的话，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理事会嘛，里面也有20多个人，所以其实遇到重大的决策，我们都是要投票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按照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一个流程来进行的。其实非营利组织也是可以，呃，收门盈利的。票啊，然后拉赞助赚到钱，只是说我们把它留到继续投入到这个非营利组织的运营里面就可以了。嗯。那你们在你们的微信中，再往后这个组织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说，肯定有，因为你们现在的活动已经非常 diverse 了，对吧？有游园，有晚会，嗯有歌手赛，还有你刚才说的云集的这一系列这种活动，已经非常 diverse 了。其实按照你们刚才说的，对吧？可能也有很多有想法的人，他可以再创作一些新的一些 idea、一些活动，我觉得这都很好。那从你们这个管理者的角度，你们希望这个以后它会变成一个什么形式，什么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给我们这个在湾区的华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文化的体验呢？嗯，对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也很好奇听听玉帝的想法。那作为我自己，其实非常朴素的一个想法，可能听上去也没有那么高大上了。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能接着再办10年，保持就算是没有特别大的创新，保持在我个人看来都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所以这肯定是我们危险当中的一部分吧，就是这个。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经历过起起伏伏，包括疫情，其实就是说很多人可能想起来，对吧？就像公司里也是，对，必须有5年 roadmap，10年 roadmap，必须有 vision，然后有什么那个创新啊，什么新的增长点啊。但是这个理解，但是其实我从我个人我是创始人之一的这么一个身份，我觉得就是如果未来10年我们能保持，其实这都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我会觉得特别特别骄傲，当我们过20周年的时候，对，然后嗯，对，所以这是我们 Innovation 的这个很大的一部分啊。然后对啊，玉帝呢，我也很好奇听听你的想法。嗯。我觉得我们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如果说我的愿景的话，我是希望我们可以拿到政府的 grant，因为我们真的是扎根本地的，然后我们的志愿者都是无怨无悔的在付出，那我们也已经做到了这样的规模，其实是应该得到本地的这些，不管是一些非营利组织的 foundation 还是政府的 grant。其实这方面他们是有很多资金可以支持我们，只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去走这条路然后因为我现在在语言社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了，所以我是很乐意，就是说在理事会里面推动这件事情，然后增加我们华人移民在我们本地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力。然后也对，像岳哥说的，就是要坚持走下去吧，不说对标神韵，但是要比神韵活得久。
说的你这个非常好，对标有点突然。增加了我这个节目的不确定性。那个呃，其实你们刚才有聊到哈，就是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呃，有什么困难，这个克服的困难，你们想分享一下的？我也很好奇，想听听克服了哪些困难，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那我先来说说吧。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我觉得我们组织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疫情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说实在的，在疫情前，咱们这组织的所有活动都是一个非常陡峭向上的这么一个上升曲线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真的每一年都比上一年好很多，而且这个势头一点都没有见到停止的迹象。就是2020年我们第一次这个2020年春晚筹备期是从19年暑假开始，然后我们第一次换到了这边特别大、特别高大上的这个 SJCPA 的这个剧场，然后当时我们这个志愿者招募的就是盛况空前，就是报名人数非常多，志愿者质量也非常高，然后大家踌躇满志，办的是特别特别好，然后这个筹备特别特别好，然后换到2000多人的这个 SJCPA 以后，票也很快就卖光了，然后一切都是向上的时候。但是2019年年底的时候，开始有了疫情，然后其实当时年底那会儿我们也没有。这边还没有病例嘛，反正我们就是知道有这事儿，还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就在我们春晚前一周啊，那个时候，原来只是在国内有病例，然后春晚前一周的时候，西雅图出现了病例，然后这个时候，当时湾区还没有任何病例，但是这个时候感觉整个湾区的华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们当恐时慌的一个恐突然一夜慌状态。对，非常恐慌，对这个未知事情的一个恐慌。然后当时真的是一夜间收到了雪片一般的这个退票的这个申请啊，就是这个2000多张票，可能一夜间就至少1500个人说退票。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一些活动的一些规则，一般最后几天是不允许退票的，然后你之前可以随便退票啊，这个是正常政策。当时已经到了这最后几天不允许退票的这个时候，因为往年这也不是个问题，因为我们票非常火爆，最后都卖完，大家很多人看不到你。你如果有什么事儿想退票，你很快就能把票转让出去，这都不是个事儿。然后，但是当年一下子有1000多个人要退票啊，然后我们当时内部正在讨论呢，然后外头就是这个各种好多人这个发帖在那儿骂我们，说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正在讨论，还没有回复他们，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这个就讲的特别难听，就是说我们钻到钱眼里去了，为了这点儿门票，然后就整个广大湾区华人的这个生命安全于不顾啊，然后就真的就是这样的话，来在网上当时很多论坛很多地方都发这样帖子来说我们，然后所以当时我们也是面临了非常大的压力啊，这个不单是这个退不退票的这个压力，还有这个活动本身，其实也有些演员啊，这个志愿者提出了同样的抗 o 如果到时候那天聚在一起，这个演一台晚会的话，呃，会不会有风险啊？所以当时我印象特别深，这个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当时理事会的成员，嗯，尤其里头元老最核心的几位，包括我，真的大概有2天2夜，基本上都没有睡觉，就是嗯不停的讨论。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压力比较大，也睡不着，然后同时也在不停地讨论这件事啊。最后呢，其实讨论下来，大家很快就会发现，其实结果就有两个，就是办还是不办，对吧？其实退不退票都是这个两个结论的一个副产品，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儿。然后，但是办还是不办，这是特别大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当然了，你在外人的角度说，你说一句啊不办，特别特别的容易，对吧？咱们有这么大一个未知的疾病的传染病的风险，不办就不办呗，多大事儿，对吧？这个生命安全最重要，外人是很容易这么想这么说，但是呢，我作为自己在里头，其实我觉得这事情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说。当时我们那么多志愿者筹备了半年，已经就是箭在弦上，就大家所有人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和心血。然后，嗯，你简单的说一句不办，其实这个决定是非常难下的。然后，嗯后来我们这个就是最后就开启投票，然后办还是不办。然后当时就像玉帝说的，我们还是个非常民主
非常透明的这么个组织。然后其实你也可以很容易想象到，办和不办都有它的理由，对吧？这不办的理由很简单，规避风险；那办也是当时确实连在湾区一例病例也没有，就是我们已经万一你们办了，付出了这么整出一例病例来，这怎么得了？对，然后付出这么多心血，对吧？这些，也是有办的理由的。所以说当时最后我记得理事会的投票是平票，然后凭票，特别特别天呐，特别激烈，特别激烈一次平票。然后所以说当年我是出品人，所以说按照我们的规矩，如果平票的话，我那票就起决定性作用，我可以做这个决定。然后哇哦，所以说我也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然后嗯。可能跟我性格也有关系吧。我后来我觉得，我们就做出了这个，当然也是在我的这个，主要是我做出了这个还是办还是空场直播的这么一个决定，就是说，票全退给观众，然后观众那边儿风险先把它解除掉。但是呢，为了不耽误我们这些这么多长时间的筹备呢，我们做一个空场的直播，就是里头没有观众，空场演，然后直播出去给大家看。那所有的演员和志愿者，我们会事先问一下他们会不会愿不愿意自愿冒这个风险留下来演。然后当然现场我们也会做好口罩啊、消毒啊各种防备工作。然后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压力非常非常大的2天。然后基本上在我预料内的，基本上所有的演员和志愿者不是100%，但是基本上95%以上的演员和志愿者都愿意继续留下来，这个把它演出来。然后，所以说当天然后我们就对于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后台啊演员来说，跟平常的春晚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忙忙碌碌的，然后把它做出来，但是就是没有观众，然后观众是通过直播看的啊，这个是。这件事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那这个困难不仅仅就是这一次啊，就是这个整个这之后，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一个势头就完全被打断。然后，2021嗯年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当时因为我们这个提早就知道，不用像2020年措手不及，我们早就定下来办一次线上的这个春晚，然后就是大家交视频，我们就在线上给大家播，然后线上看直播，大家一边聊天一边看，办线上春晚。这个肯定办的还不错了，但是我们心里肯定还是想恢复线下的。2022年的时候，疫情好多了，虽然没有完全好，但是已经好很多了。然后大家也差不多知道怎么回事儿了，就是没有那么多未知恐惧了，所以我们是恢复了线下啊。当时这个2022年来的人非常少，我们那个剧场2000多人，最后只卖出了500多张票，然后嗯这个等于就是从零开始了。但是当时我印象很深，2022年春晚，我就站在那个门口，然后早早就站在那个大门前，当进来的第一个观众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动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然后就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然后当年虽然只有500多个人，但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然后我们想法就是，终于又在剧场里看到观众来看我们的演出。然后之后呢，我们在那非常艰苦缓慢的爬升。2023年我记得是卖掉了这个900多张票，然后去年2024年是卖掉了1500张票，就缓慢的爬升。那今年因为我们换了一个场地，换到一个900多人场地，当然是早早就卖完了，因为那个SDCPA 今年没有租到，那明年可能还是会回去。然后对，大概这个情况，然后我就感觉疫情完不单是2020年让我刻骨铭心，之后这个缓慢爬升的这个过程也是让我刻骨铭心，之前的一线的良好势头全部都打断了。就嗯，你看这个观众数量也是在缓慢爬升，然后我们的这个对，赞助的这个金额也比之前少了至少一半，然后现在也在缓慢爬升当中，就是这个疫情等于整个有点让我们重新开始的那种感觉。这个是我觉得算是我们组织经历过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些不可逆因素造成的困难，其他的一些小事儿、小困难我们都还可以克服。这个真的是让我刻骨铭心。我觉得嗯哇，这个特别厉害，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在商学院专门是有课程是讲这种危机处理，就是当你碰到 crisis 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应对。当那是一个模拟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危机应对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在这个career 也好，在公司也好，但是像你来做这个事情，有这样的经验去处理这样的事情，甚至是在凭票的。我可以完全可以
我可能很难想象，如果我在那个位置上，对吧？双方激烈讨论办不办凭票，然后要我来拍板，那个压力得有多大？就非嗯，常非真的常不容易。很意外。既然我们有20多个人都能打成平票，真的很意外。对，都有，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岳哥因为有2个小孩儿嘛，那载歌载舞就是他的第3个 baby，真的是他一路这样子抱着走过来的。真的真的真的，而且，因为我虽然加入载歌载舞的时间晚，但我来的时候也正好就经历了那个空场直播嘛，所以其实是非常感动的。然后岳哥就真的是我们载歌载舞的这个主心骨、灵魂人物。对，而且他是那种救火型的，就是任何职位、任何地方他都可以胜任，然后哪边缺了他都可以顶上的那种。然后我也讲一下我这几年我觉得我在载歌载舞遇到的一些这个挑战吧。因为我之前主要负责云集，那云集的频率呢，其实比春晚、游园歌手赛都高很多，我们几乎每周都有活动，所以其实那个场地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就你不可能说真的每周去租一个场地，那个费用还是蛮高的，所以我们就要不停的找赞助的场地，或者是求别人就是借场地给我们用，或者到处找这种便宜的社区中心。所以其实因为场地换，那我们每个栏目有时候观众就也会面临流失嘛。所以其实我当时觉得这个没有固定的场地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虽然现在相对来说我们找到了一些稳定的赞助，可以在某一个地方，但不同的栏目还是要用不同的地方。然后其实对春晚啊这种大型的节目来说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只能租到小一点的场地。而且像那种大的场地，你要跟他保持好的关系，你还得连续租，你不能说我今年觉对，得可能人少，我就不租，那他明年又不租给你了。所以其实种种这些吧，我觉得还是跟我们没有一个华人自己在这边的社区中心有关系。就我经常，因为我是这个犹太社区中心一个这10多年的 member 哈，我每次就是觉得他们有的这个东西，我们其实真的应该努力，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这种很棒的 physical 的场地有演出中对对对心，对。对，我们我们这也是上次聊到这个事儿，就是那个犹太中心，我去过，那真的是非常 fancy，里面一应俱全，而 对对 serve 各个年龄层，从小孩儿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里面全部都可以 serve，有各种 facility，非对。常好，非常好的一是个一个，你就可以找到归属感，然后嗯，也可以给我们这些移民的人群就是提供做各种各样事情的场地嘛，然后大家就不用跑来跑去了，而且大家都每年就知道，OK，在这个地方，我是嗯。要来看春晚，我是要来参加云集的活动等等。可能过去100-200年，唐人街承担了这么一个角色，就 everything happens there，对吧？但呀，是因为近些年移民的趋势不是说大家都聚集在唐人街，而是散布在各个区域，所以唐人街就很难再承担这样的一个功能了。那其实需是，要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community 的这个 service 和这个场地，就像你说的，呃，对。我觉得你是不是你的 One was Your Vision 是想建立一个这对，样的，这个东西我已经想了很多是不是？年了。对吧？那个岳哥也对，是 这个 on 我也想 board，了很多年。就对，就是我跟我们于迪一直想做成这样一的事情。直等待嗯，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吧，因为你要等到华人的 donor 这个心态上 ready 了，愿意除了捐大学之外，还捐点社区中心，你还要得到本地主流社会的认可，得到其他族裔的认可。其实我举个例子，你像那个越南这个族裔越南人，他们在三后 Z 建了一个越南社区中心，County 给他们拨了5000万呢。对，他们是怎么样拿到这个钱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学习一下，就是不要光靠着自己在这边拍脑袋，跟其他族裔多多交流，多多学习。然后，大家华人除了一起搞活动，但是也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跟主流去打交道。还有这样的，嗯。你看这是不知道，我觉得真的是要多去这个发掘一些本地的资源，跟其他的族裔来合作吧。我觉得嗯。这个对，这是个应该可以成为我们也是未来10年的一个 vision 吧，就是在玉帝说的那个智商补充跟各种资源这个建立好关系，同时希望能建立一个这样的华人的这个文化活动中心啊，这样感觉。哎，嗯，对，我们南湾也要有自己的
New Chinatown 吧。China Center，China Center，嗯因为我小孩儿那个去那边上了个那个 summer camp，对吧？嗯，我在想，哎，这 summer camp 就是有个中国的 community center，就太棒了，对吧？所以对对，不光是可以传播我们自己的文化，也是嗯，把我们的文化面貌展示给其他的主是流和主流社会是，来看。嗯，太棒了，太棒了。好，那我们希望你们的 vision 能够早日达成，那么大家一起努力吧。我觉得这个，呃，我觉得我特别欣赏刘慈欣在那个他那个科幻小说里曾经写过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说一个高等级的文明决定要灭掉人类文明，觉得人类文明是个威胁，然后他们就问你们什么时候觉得人类文明是一个威胁？然后把时间拉回到就是多少千万年前，说你看这大草原上有一个猩猩，有一群猩猩在爬。啊，然后这就很奇怪，这群猩猩对你们有什么威胁？然后你仔细看，他说这个猩猩，你看他抬头看了一眼星空，超过5秒还是10秒，然后超过了一个危险的阈值，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个威胁。他就很奇怪，就说这个猩猩看看地上的这个动物的猩猩，看天上的星空，怎么就是威胁了？他说你们要想，当这个猩猩对这个天上的星表示好奇的时候，到你们可以星际殖民，其实在宇宙的维度中就是一眨眼的事儿，一眨眼的事儿。所以当你开始想到实现，很有可能这个速度就会很快。重要的是要开始想，那么剩下的事情就会更加的顺利，更加的能够有可能能够成功吧，就敢想敢做，希望你们我谢们吧，谢谢谢，要说你们，借你吉言。对，我们一咱们起，都是敢想敢做的。对，希望嗯我们一起能够把这个事情给做出来，也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可以一起来，我们共同建立我们的这个华人的文化、华人的社区，把我们自己在这里的生活能够做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姿多彩。好，那今天谢谢两位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了一下载歌载鼓的这个前世今生，以及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畅想啊！感谢两位的时间，非常感谢。嗯，好，我最后也是可以。在这个对听众朋友们说两句心里话吧，就是我嗯，载歌载舞走到现在，这个非常不容易，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支持，也其实也特别需要大家支持，对任何形式的支持，比如说你可以，你有才艺的话，你可以做演员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或者说你做志愿者来帮忙我们的活动，或者说你作为赞助商来赞助我们的活动，甚至是这些都不做，但是在我们遇到一些危机的时候，多给我们一些理解，多给我们一些耐心，这些对我们都是特别大的帮助啊。然后，最后呢，我们现在这个马上2025年夏季歌手赛正在火热筹备中，也希望大家听到以后来加入我们的志愿者，或者来报名怎参加我们么报名？的歌手。对，报名这个，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载歌载舞"公众号，我们很快就会发出这个报名文章，和招志愿者的文章。好，是的。谢谢听众朋友。我也号召听众朋友们来给我们这个硅谷帮的视频点赞，然后来关注我们在个在嗯谷的 嗯嗯 YouTube 频道和我们的公众号。谢谢大家。好，回头我把这些都放在那个我们的视频的下方，有需要的观众朋友可以自行去查看。好，那今天就感谢两位了啊，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哈，以后我们继续把这个华人的文化在湾区能够做的越来越好，发扬光大。好，谢谢两位，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了，好，大家拜拜，谢谢周易，谢谢听众朋友。拜拜。